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相信大家对脑供血不足都不陌生，在中老年人中很常见。脑供血不足的危害很大，很可能会引起中风和脑梗。那脑供血不足时会有哪些表现呢？表现一：头晕目眩。当大脑供血不足时，大脑内缺乏血液供应，这时就会使人出现头晕目眩、头部疼痛的感觉，要多注意。表现二：视力模糊。当你用眼过度时，可能会有视力模糊的情况，但如果不是因为用眼过度，无缘无故的出现视力模糊的情况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。表现三：语言不清。生活中如果出现语言能力下降、语言不清的情况呢，也可能是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语言功能障碍，这也要引起重视。那如果你有其中一种表现，就好好的调理了。建议大家平时也要多运动，还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，没事呢可以用银杏叶泡水喝。银杏叶营养丰富，其中富含银杏黄酮，可以软化血管，改善血液循环，增加大脑供血。平常多喝点，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。疗养生送健康，木子带你一起科学养生。欢迎收看本期内容。血液粘稠很容易导致血栓形成。当血液粘稠时，身上可能有2个信号，自己要留心。信号一：视力模糊。很多上了年纪的人以为视力模糊可能是年纪大了的事儿，其实还有可能是血液粘稠，血管堵塞了，导致视网膜供血失常，就出现了看不清东西的情况。信号二：总是头晕。如果经常感觉头晕，尤其是早上很明显，也要小心是血液粘稠了。那该如何改善和预防血液粘稠呢？平时可以多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是海带，海带吃法有很多，可以凉拌，也可以煲汤。那海带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和胶质，有很好的净化血液的作用。经常吃可以防止血液粘稠，预防血栓。第二种芦笋。芦笋软嫩可口，是开胃助消化的食物，营养也很丰富。那芦笋中含有大量的芦丁，可以加强血管壁弹性，清理血液垃圾，对预防血栓也有很大作用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和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肾脏好的人或许没有两黄一臭，若你符合肾脏还不赖。指甲发黄，正常我们的指甲都是红润有光泽的，但如果出现发黄的情况，很可能是肾脏受损引起了体内湿热，这时就要注意肾脏健康了。尿液发黄，正常尿液是淡黄色、清澈透明的，但如果尿液出现深黄色甚至接近褐色，也要注意肾脏健康。尿液发臭，如果尿液出现异味、发臭，并且有尿频、尿急、尿液颜色深的情况，这也是肾脏不好的一种表现。那上面这3种表现，若你都没有出现，说明肾脏还不赖。不过平时也要多多保养肾脏才行哦。日常生活中不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都会给肠胃造成伤害。那俗话说胃病3分治7分养，所以养胃很重要。而养胃要靠自己，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，常用下面这2物泡水喝，有很好的养胃护胃的作用。1. 丁香。丁香不仅有观赏的作用，还有很好的药用价值。丁香中含有丁香酚和丁香挥发油，有很好的健脾养胃、散寒止痛的功效。那肠胃不好的朋友，经常用丁香泡水喝，可以缓解腹部胀气，增强消化能力。除此之外还能够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生长。2. 洋甘菊。洋甘菊也有很好的养胃效果，洋甘菊中含有丰富的多糖苷类物质，能够抑制幽门螺杆菌的繁殖。那胃不好的人常用洋甘菊泡水喝，可以修复受损的胃黏膜，对预防胃部疾病有很大的帮助。好胃是养出来的，如果出现胃部疾病，大家应该及时的到医院检查，平时配合饮食调理，才能慢慢的养好胃。肾乃先天之本，通常健康的男人肾气都是比较充足的，但如果肾气不足，就可能会有手脚冰凉、腰酸背痛、无精打采、睡觉盗汗的情况。那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，经常的做一做，肾气充足，身体健康。
这个动作啊，就是按摩腰部。我们可以盘坐在床上或者是垫子上，将两手对搓搓热之后，分别的将两手放在腰部两侧，然后上下的按摩腰部，这样摩擦直到腰部感觉发热为止。可以呢早晚做一次，每次3到5分钟。这个动作可以温补命门、健肾纳气，有很好的补足肾气的作用。那经常的做一做，腰也会越来越好。陈哥，你知道我们身上所有的血管加起来有多长吗？这我可不知道。大约有10万多公里，能绕地球2圈半呢。哎妈呀，这么长呢？对呀，但是这么长的血管，如果有不通畅的地方，就可能出现大问题哦。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聊哪些食物可以帮助疏通血管吧。葛根呢含有葛根素，能够改善微循环，提高局部微血流量。经常吃一点，有扩张血管和疏通血液的作用。苦荞茶里有类黄酮和多种的矿物质，那经常泡水喝，能帮助软化血管，预防血管堵塞和血栓。最后山楂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，将它晒干泡水喝，能帮助保持血管通畅，预防血栓产生。那这些食物都是我们身边常见的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像是生活中常见的调味品，大家都知道生姜有促进食欲、驱寒暖身的作用，而且呢，经常喝生姜水还能够驱逐伤风感冒。不过，如果能够将生姜和花椒一起泡水喝，还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哦。大家可以取1块生姜切成片，25克的花椒，再拿适量的红糖和几颗红枣，锅中呢放入清水煮沸后，将生姜、花椒、红糖、红枣放入水中，用火炖煮10到15分钟，然后呢就可以喝了。生姜和花椒都有很好的祛湿作用，那把它们搭配在一起，不仅可以祛湿排毒，还有润肠通便、缓解便秘的效果。坚持喝一段时间，肚子赘肉减少了，睡眠质量也提高了，大家不妨试一试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，欢迎收看侃侃养生。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肝不好的人，身体这2处会出现异常，养肝护肝，牢记一个动作。现在的人应酬和聚会都比较多，那就难免要喝点酒。我们都知道喝酒对肝脏的伤害是很大的，长期喝酒的人身体这2处出现异常，可能是肝不好了。第一，出现蜘蛛痣。蜘蛛痣是肝脏出现异常很明显的特征。出现蜘蛛痣是由于肝脏灭活雌激素的能力减弱，雌激素含量相应增加，所以就出现了蜘蛛痣。这时要小心肝硬化的可能。第二，眼白发黄。正常我们的眼白都是白色的，但经常喝酒的人如果发现眼白开始变黄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肝脏受损，导致血液中的胆红素升高，从而使眼白发黄。若出现上面这2个异常，就要警惕肝脏的健康了。平时多做一个动作，有助养肝护肝。2脚分开与肩同宽的站立，左手手臂弯曲放在后背，掌心朝外，右手放在脑袋后面，使手臂与身体保持平行，然后慢慢的向左侧倾斜，弯到最大极限，保持5秒，再恢复到站立的姿势。2手臂交换位置，这样反复做5分钟。那这个动作可以拉伸身体两侧的胁肋部，有助疏通肝脏气血，起到疏肝理气、保护肝脏的作用。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出来。养生不仅仅是身体上的滋养调理，同样也是内心的一种修养。希望大家可以坚持下去。我们下期再见。